球的债券市场的9月魔咒，英国最恐怖。到底呢？英国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危机？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跟大家来聊聊9月魔咒。听起来很可怕，其实呢，9月魔咒应该是每年啊，在债券市场当中，大家应该经常听到这个名词。然后你就说，为什么9月这个债券的价格就会跌呢？9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这个也不奇怪，因为呢，其实每年的9月呢，大约就是这个各国的一个债券他们发债比较高峰期。那当然供给多了，它价格就下来了，合理。所以呢，其实每年9月差不多都这意思。但今年为什么特别来跟大家聊9月魔咒呢？因为今年除了9月魔咒之外很可能这个魔咒会一直延续10月魔咒、11月魔咒、12月魔咒，明年的1月继续魔咒，很可怕的。为什么？好，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为什么了。全世界大家各国政府都陷入了同样的窘境。这个窘境呢，我们可以说又是川普造成的，但是呢，他不承认。这个各国政府可能本来应该这样讲，各国政府的财政本来就没那么健康，现在又遇到一个大魔王川普说我要对全世界课关税，于是呢，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财政，现在又后天失调了，于是呢就趴在地上昏倒了。好，现在全世界很多的一些这个主要的国家政府大约都陷入财政的困境，只是那个困境是大是小，是严重是轻微这样的差别。那我们就带您来看看近来呢9月份这个债券的殖利率不断飙升的最严重的几个国家，他们的一个债券殖利率呢，特别是长天期的就是看长期的经济发展的，长天期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飙到不得了。英国最可怕，英国呢，它的一个30年公债殖利率飙到了 5.6%、5.7%，很可怕。也就是说殖利率跟债券的价格是跷跷板嘛，殖利率飙那么高，它的价格的债券已经爆炸低，跌歪掉。好，那除了英国之外呢，我们待会好好来聊它为什么。法国也很惨，法国呢也是因为他们进来，你看到他们的政治的动荡。为什么政治动荡？因为呢他们的总理说我们要来好好解决一下这个法国财政问题，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这个削减支出、撙节开支的一个法案。但是在野党就不同意，你这个撙节支出，你会影响到很多的社会福利，你会影响到很多的政府的投资，各种支出。因为呢，你要撙节支出，就是让大家一起这个缩紧自己的一个这个荷包然后呢，好好的紧缩自己来过日子嘛，那大家就一起共体时间但是在野党就不，我们不要共体时间，我们大家开开心心过日子所以呢，你看到了现在这个法国的一个政局动荡，其实也来自于背后是他财政问题的一个麻烦。好，于是呢，这个法国政局动荡影响到经济状况，因为呢，你到底要不要撙节支出？那现在在这个地方拉扯，还要投票嘛，对这个国会有个信任投票嘛，那到底怎么办呢？如果你是法国的企业，你对于政治的政策前景那么样的不一定的话，你敢投资吗？你说我人不够，我敢增财吗？我敢增加我的员工吗？不敢吧，对不对？你怎么知道那个接下来政府政策会怎样？他会加税，你现在还多找员工回来，你傻啦。所以呢，你看到现在法国整个经济好像有一种冻结的感觉，好像按下 POS 键，大家都暂停，因为大家都不敢动，所以呢，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除了这个英国、法国之外，德国类似的状况。德国呢，你也知道，德国进来他们也要大举的投资，再投资嘛。结果呢，这也都是让他们的一个这个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飙高的状况。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这些重要的经济体，我们刚刚提的都是一些在欧洲经济体，其实美国其实也差不多。主要的经济体，他们的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都在飙高。同样的背后的一个底蕴就是他们的政府财政很有问题，然后呢就让大家对于整个国家的一个经济产生了一个问号，于是乎他们那种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飙高，债券价格往下跌。好，那大致上的一个轮廓是这样。今天我们带您来聊聊英国。英国现在这个过去的一个日不落国，大家感觉好像英国就是一个这个帝国的一个象征，但现在这个帝国的象征
跌到跟他们当年的这个殖民地印度差不多了很凄惨的。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好好这个细数一下英国现在面临到了什么样的挑战。那如果大家是操作债券的话呢，英国的债券呢接下来风险很大，大家心里要有底哦。好，我们来看到债券风险来自于它整个国家的一个财政困难跟经济的困境。好，我们看到英国它现在面临到很严重的挑战，也是现在很多先进国家同样面临到的挑战，人口老化。它人口老化的状况非常严重。好，那它大概呢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到了2040年，英国呢它会有40%的人口都在65岁以上，年纪很大。年纪很大呢，会影响到什么？你就没有劳动参与力嘛。那你没有劳动力的话呢，你的经济成长就会开始放缓哦。每个先进国家都会面临到同样的状况，台湾也是，日本也是，韩国也是。好，那我们来看英国，刚刚讲到2040年，它会有40%人口在65岁以上。好，那你就说，那现在还好嘛？那么现在这个劳动力啊，大家通常会指的是16岁到64岁嘛，就65岁以下，然后16岁以上这一段人呢。在英国很妙，他们的劳动市场的参与度是在下降的。之前的疫情很可以理解嘛，疫情大家都留在家里头，不然就远距上班啊 ，work from home 等等哦。好，但是呢，在疫情结束了之后，好妙哦，英国这一群应该是劳动力中间分子，不想上班欸。为什么？好，这个英国人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所以呢，英国自己就去做了一个研究说为什么这一群人他们都劳动参与率越来越低。后来发现，他们有很大一部分，他们这个原因叫做精神健康疾病，可能是忧郁症。不是伦敦常下雨吗？有忧郁症，心情不好，不想上班我觉得前途无量啊！哎呀，我不如躺平。好，各种精神疾病有问题，所以呢，他们精神健康出问题，就不想上班。所以呢，他们在16岁到64岁这中间段，应该要去参与劳动市场的，他就没有参与劳动市场，它比例一直在降低，然后人又越来越老，所以呢，他们现在整个劳动力的一个这个参与的程度是非常紧缩的，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英国这个国家好像让人家觉得好像没有那种生气勃勃的感觉，好像有一点死气沉沉的感觉。好，这个是劳动人口的部分。好，那你说像美国呢，他就说了，我这个如果人口不够，我就移民来凑，对吧？好，那英国也有移民在过去，但是呢，英国脱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英国人讨厌这些移民，觉得你们来抢我们工作。好，那你抢我工作，好，你们把移民通通赶走，我们脱欧了。你工作你又不做，你英国人又觉得，哎呀，我想要躺在家里躺平。那你们到底英国是想怎样，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移民啊，曾经呢，英国的移民是多的。我们来看2023年到2024年中间移民大增，那很可能很多的香港区的不晓得，还有很多到英国留学的就直接留下来了，还有很多到英国工作的人他就留下来了，然后把自己的眷属就带来，整个家庭就移民到英国嘛。2023年到2024年那一段时间，他的移民人口一年会增加70万人、80万人这么多，连续2年大概增加了移民人口150万。但后来这个政府就说了，这么多移民不可以，所以呢，你看到他开始就各种禁令，比如说留学生你要直接留下来那我考虑我要这个好好的筛选一下你的资格，然后呢，一些技术工在这个地方，他想把他眷属带来，他们就全家移民留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不行，你只可以你自己来工作，但是你的眷属不准来，所以有各种限制之后这种移民越来越少了，大家念完书就走了，或者是呢，工人他也没办法把他的一个眷属带来了，所以他移民的数字突然间的也急缩了。然后你看到英国政府呢又祭出了一些政策，他们要防堵这个非法入境。过去呢，英国他们有一些他们收容的一些难民，政治的难民等等，然后他们会开放让这个政治难民有一个团聚的一个政策，他可以把他的家人接过来。现在这个政策也完全堵上了，完全禁止。所以呢，英国的移民人口也在紧缩当中。你自己人口老化，没有劳动力，又把移民这条路给堵上了，所以呢，造就的就是英国的经济成长率一直的在往下走。我们来看最新的数字英国呢在第2季的一个这个经济成长率 GDP 是 0.3%，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我们来往前看，第1季 0.7%， 0.7 已经够低了，第2季 0.3%，
我们来看第二季更低了，所以呢，英国的一个经济成长是在放缓的哦。放缓的一个状况，当然有很多因素哦。你说对啊，4月开始，你看川普要对全世界课税，没有错，这也是一个把这个英国的经济在第二季继续往下压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那再来呢，就是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个状况是他们的通膨很高啊，你都觉得怎么会？通膨不是已经大家都已经开始这个让它恢复到正常状况吗？英国那个时候记得也是很早开始降息啊，那你要降息的前提就是通膨有控制住。但现在呢，英国降息了之后，现在你看到英国通膨又开始往上走。我们给大家数字，英国的CPI 在7月份的数字哦，来到了18个月的新高，来到3.8%。而且呢，它是在持续往上走。前1个月呢，它的 CPI 是3.6%，所以它持续在往上走。那你说光它很高，全世界都这样吗？没有，因为呢，我们来看比较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欧元区，它的一个这个通膨数字是2%，英国是3.8%，美国呢是2.7%。英国是3.8%，而且它是上升的趋势，所以你就看到了英国的通膨啊状况又开始恶化了，所以他们的家庭呢是痛苦指数非常高的。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在英国呢大约有1000多万户的家庭，他们在今年开始重新调整他们的支出，因为他要挖东墙补西墙。本来呢他可以这个花这么多钱，他可以这个去度假，他可以带孩子去吃大餐，他可以买什么样的礼物给他的孩子，但今年他重新做预算的分配，有一些比如说他就不能去玩了，或者是有些家庭他就不能够买礼物给孩子了，所以呢1000多万个家庭都重新做了他们家庭支出的分配，你就知道啊，这已经是这个收入在缩小的一个状况底下必须要做的一些取舍。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家庭有几百万户，他们是面临到财政的一个困难入不敷出，所以呢，现在的通膨已经造成了英国整体的一个经济开始呢萎缩的一个状况了。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就带您看，那英国面临到这样的状况，政府怎么办？他政府呢想方设法从人民身上要钱，好，这是不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不晓得。英国呢现在正在酝酿要加税，但是呢，他的企业就说拜托，好不好，别再加了。现在这个英国的企业税已经是25年来最高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拜托政府别再加了。他说加税啊，你这个非常直线的想，好，就是我加税，政府会拿到更多税，对吧？但事实就是这么奇妙，很多时候你加税，你不会拿到更多的税，那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把企业加了这么多税，那这个企业呢，它就这个减少投资，因为它税很重嘛，对吧？好，那你加了这么多企业税之后，物价又上涨了，那你人民的消费又降低了，也就是企业会赚到更少的钱，它要缴出来的税就没有你想象的多。所以呢，这个加税这件事情啊，这个政府要祭出这样的政策，一定要仔细思考才行。你要在经济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加税没有问题，因为经济繁荣，企业赚钱，企业获利增加，那我多缴点税可以嘛，对吧？就跟你分享，对吧？好，但是呢，现在英国的经济是在萎缩的状态，你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你要加税，很可能最后英国政府收到的税是更少的，而不是你觉得想象的很美好，我加税之后也拿到更多的钱。没有这回事的，所以呢，现在看到了这个英国政府企图加税引发了社会上非常大的反弹。好了，那他就想了，好吧，我不能对企业加税，我对人民加税，他们不高兴，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对外国人加税他们现在呢要这个破天荒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他们要对留学生课税。好，对留学生课什么税呢？对吧？好，还要课留学税。6%的学费，比如说呢，你到英国去念书1年，好100万台币，你就要多付6万块留学税。然后呢，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到英国去念书吧，现在呢，这个英国政府预估留学税今年秋天正式上路之后呢，1年可以帮英国创造6亿英镑的一个收入。好，那你说6亿英镑很多？不够啊，杯水车薪。因为呢，这个英国政府他们的缺口是非常大的。英国政府呢，他们的一个这个债务公共部门的一个净债务占他们的 GDP 是95.8%，很可怕。也就是说，他们每年要付出的一个利息就高达1000亿英镑以上。
1000亿英镑那这么多钱光付利息，然后呢，他们又入不敷出，政府怎么办？政府也在调整预算，就跟家庭入不敷出一样。政府怎么调整预算？它删减了教育部门的预算，去增加了国防部门的预算。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这次呢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欧洲国家财政困难，背后呢还有一个隐形的推手叫做川普。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都要增加国防预算？因为他们都是北约国家。北约呢在川普的压力底下，要求所有北约国家他们的一个这个国防预算要占 GDP 的比重呢要2%以上，要提高，未来可能要3以上，未来可能要5以上。所以你看到了，现在每个欧洲国家都在增加它的国防预算。好，那增加国防预算呢，英国还有另外一个部分的原因是，它要加入美国阵营去牵制中国。所以呢，你看它还要加入这个澳洲帮忙他们的一个国防。所以呢，这个英国花了很大的一个力气在增加国防预算，反倒是呢，它的教育预算被删减，福利预算被删减了。所以呢，变成你的人民很痛苦。然后你去增加了国防预算到底要干嘛？你要去这个加入美国的一个阵营，然后去抵制一个这个离你好遥远的国家。好，那到底孰轻孰重，你自己斟酌。现在目前看起来，英国政府的预算就是这样在分配的，增加了国防预算，删减了教育预算。好，那你说现在英国的这局怎么解这样的一个这个窘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你看到了现在英国的经济状况是非常萎缩的，然后但是呢，债务不断的一个增加，在恶化的。债务如此严重，他们最近可能又要大发债，因为真的政府没有钱了，发这么多的债。然后呢，就会推升公债殖利率，因为供给很多嘛，推升公债殖利率之后呢，你看到就会加剧整个债务的一个这个联动关系借贷成本就很高，公债殖利率高，也就是政府发债的殖利率很高，也就是政府借钱回来我要付的利息很高，所以呢，这就会整个是恶性循环的一个状况那怎么解现在有人讲了说，英国其实有很多优势，但它没有好好用。比如说，它这些优势其实听起来很悲伤哈。比如说呢，他说他的劳动力很便宜，就说英国劳动力很便宜，曾几何时？我看到资料我都不相信，但是呢，看到这个摩根大通举例他说呢，他们的银行在这个英国的分支机构跟他们在印度的分行技术人员的薪资是差不多的。英国现在的薪资水准跟印度是差不多的，所以呢，这个也就讲说，那如果你是一个要这个外来投资者，那你要投资印度还是英国？英国不是好很多吗？所以呢，他说其实这些优势是可以拿来利用的。然后呢，再加上现在呢，这个英国你去投资它的一些这个金融商品刚提到殖利率很高，那殖利率很高呢，对英国政府来讲就很伤嘛，对吧？但对投资人来讲很好啊。我只要确定你政府不会倒，然后我收这么多的利息，我不是超棒吗？所以呢，现在已经有一些声音，他们觉得可以去买这些以后会有很大获利的英国的一些资产，买他们的债券啊，或者是买他们的一些房市啊。近来呢，还有一个这个美国公司去买了这个英国的一家这个英镑店这个 Pound World。 好，那这家公司呢买了之后的价钱，大家说那么便宜啊，原来英国现在已经经济萧条到东西可以随便乱贱卖耶。所以呢，大家说好像可以重新来思考一下英国这些资产是不是很值得投资了好，那当然呢，利用这些当然是听起来很悲伤嘛，就要么就是薪资很便宜，要么就是资产很便宜嘛，对吧？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你殖利率很高，你英国政府我们吃你一点豆腐嘛，对吧？那这些很悲伤的事情呢，或许可以成为英国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如果他可以利用这些的优势，多吸引一些外资来投资的话，或许呢有没有机会扭转一下现在呢英国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经济情势就让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咯。好，这是今天帮大家看到了，这是英国近来的窘境，还有这个债券市场的一个变化。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